我从小就知道我家不太正常。我妈当年为了装不经意，连续3个月每天偶遇我爸，我爸更能装，明明当天晚上就把我妈资料查了个底朝天，结果那天还故作矜持。最后在求婚现场，他表白说的还是只是觉得你还算配得上我。后来他们为了保持身材和高级感，坚决不生孩子，所以就领养了我。我从小耳濡目染，3岁背诗不稀奇，我偏要装成口齿不清；小学次次满分太普通，我偏要控分；高考前所有人都以为我是废物，直到成绩出来，全国状元是我。就在我以为人生已经没有什么装杯空间时，亲生父母找上门，说我是被报错的真千金。亲生父母找到我的时候，我正在路边小摊吃凉皮。婉婉，来人了。我抬头就看见一辆黑色宾利停在路边，车门打开，一对中年夫妻走下来。女人看见我的瞬间，眼眶就红了。像，太像了。我养母抬眼，哭可以，别把眼泪掉进我女儿碗里。女人一僵。我本名应该叫沈婉，是沈家18年前被报错的亲生女儿。我放下筷子，认真问：所以你们是来接我回家的？婉婉，妈妈对不起你，这些年让你在外面受苦了。我看了看10块钱一碗的凉皮，又看了看我妈那只价值7位数的包，欲言又止，受苦也行，这个设定我喜欢。你的养父母把你养大，我们很感激。沈家会给你们一笔补偿。补偿？你们开个价。沈父习惯性端着上位者姿态，我养母笑了。沈先生，孩子你可以认，钱就不用了。我们家虽然不算什么豪门，但也不缺你的那点儿。婉婉，跟妈妈回去吧，家里人都在等你。我看向养父母，我妈冲我眨眼，我爸端起凉皮汤，淡定喝了一口。去吧，装得开心点。我差点被汤呛住，不愧是我爸，太懂我了。我跟沈家回去那天，沈家别墅门口站了一排人，贾千金、沈念童，他先一步走过来，亲亲热热地挽住沈母，他上下打量我，嘴角微不可察地抿了一下。妈妈，这就是姐姐吗？姐姐好。姐姐一路辛苦了，不过家里今天请了不少客人，姐姐要不要先换件衣服？不然别人看见还以为我们沈家怠慢你了。不用，我觉得挺好。沈婉，今天是认亲宴，不是菜市场。你既然回了沈家，就该学会基本体面。怀言，别这么说，妹妹，婉婉刚回来，很多规矩都不懂。我低下头，乖巧道：知道了。大小姐，这条适合你。姐姐刚回来，不懂这些很正常。这条虽然不是最贵的，知道了，但胜在和谐。翻译一下就是，你这种土包子穿太贵也是糟蹋。我摸了摸裙摆，忍住笑。那就这条吧。宴会厅里，宾客已经到齐，沈父把我带到人前。这是沈婉，我们的女儿。掌声稀稀拉拉，不少人看我的眼神都很微妙。姐姐别紧张，大家只是好奇，没有恶意。你要是不知道怎么应付，就跟在我身边。我看向他，你很会应付。当然，毕竟我从小就在沈家长大。念童，你今天这条裙子是 F 家的秋冬高定吧？国内都没几个人拿到，还是你有面子。你姐姐这条也挺朴素的。别这么说，姐姐刚回来，很多东西以后慢慢学就好了。我慢慢学。他们笑成一团，我也笑。就在这时，一个穿灰色西装的年轻男人走了过来。你就是沈婉，念童心软，但我希望你有点自知之明，他不欠你什么，你别因为身份回来了，就妄想抢走他的东西。言，你别这样。姐姐会难过的。他如果真懂事，就不会让你难过。沈怀言刚好听到，也走了过来。他看着我，文婉，念童从小身体不好，你别刺激他。爸妈接你回来，不代表你能越过他。那我回来干什么？婉婉，妈妈当然是想补偿你。沈父也沉声道：家和万事兴，你刚回来，别闹得太难看。好，我不闹。沈念童立刻露出胜利者般的微笑。宴会后半段，有人故意问我：沈小姐以前在哪所学校读书？听说今年刚高考完，姐姐成绩应该还可以吧？不过她以前在普通学校，跟我们圈子里的教育环境不太一样。普通学校能考多好？普通学校出来的，就算拼尽全力考了个高分，在豪门的眼界和底蕴面前，也一文不值。
我正喝果汁，差点笑出声。这句话我喜欢，因为等他们知道我是全国状元的时候，脸应该会很好看。婉婉，别放在心上。你哥哥说话直，但他没有恶意。我看着他，认真问：那他如果有恶意，一般会说什么？神母脸色一白，姐姐，你是不是不喜欢我们？所有人都看过来，我叹了口气。好家伙，这家人不去演戏，真是内娱损失。认亲宴之后，我正式住进沈家。大小姐，念童小姐原本的房间住习惯了，夫人怕她突然换房不适应，所以暂时委屈您。我点头，挺好。第二天早上，沈母带我去商场，沈念童也跟着。姐姐刚回来，确实该买些衣服，不然以后参加宴会，总不能还穿那种 T 恤。沈母尴尬地看了我一眼。婉婉，念童没有别的意思。我笑笑，我知道。他只是嘴快。我们进了一家奢侈品牌店，柜姐明显认识沈念童，立刻迎上来：“沈小姐，您订的那只限量包到了。”沈念童笑了：“先放着吧，今天主要是给我姐姐挑东西。”柜姐看向我，笑容淡了几分：“这位小姐想看什么价位的？”“不用太贵，姐姐刚开始穿这些，先适应适应。”柜姐会意，拿了几件基础款出来，我看了一眼，没什么兴趣。对了，姐姐，下周我办升学宴，你也要来。爸爸妈妈为了给我庆祝，特意订了凌霄酒店的凌霄阁。旁边柜姐都惊讶了。凌霄酒店就是那个会员制的凌霄，听说顶层1年都订不到几次。爸爸托了很多关系才订到的。姐姐可能不知道，凌霄的顶层不是有钱就能进的。我差点没绷住。凌霄酒店，我16岁生日那年，他俩就把凌霄过户给我了。这些年我嫌麻烦，一直交给职业经理人打理。至于凌霄阁，那平时不对外开放，沈家能订到，是因为昨天晚上我接到了凌霄经理的电话。文小姐，有位沈先生想订凌霄阁，被我们前台拒绝了3次，需要继续拒绝吗？我想了想，不用，让他们订。可是凌霄阁是您的私人区域。没事儿，借他们装一下。念童这次考上了宁都大学艺术学院，确实该好好庆祝。婉婉，到时候你也来，妈妈顺便带你认识些人。升学宴只给他办。婉婉，你刚回来，妈妈还没来得及。姐姐别误会，如果你也想办，之后妈妈肯定也会给你补的。只是我的请柬已经发出去了，现在改不太合适。念童为了预考吃了很多苦，这场宴会她期待很久，你不要一回来就争。我说什么了？沈怀言皱眉，你这种态度就是在闹。我算是发现了，在沈家，只要我呼吸不够温水，就叫闹。行。那我继续温水。我低头挑起一件最普通的白衬衫，这个吧。姐姐眼光真朴素，柜姐也跟着笑。这款确实比较适合日常。我刷卡的时候，柜姐看见卡面，表情忽然变了。那是一张黑金副卡，是我养父给我的。柜姐手一抖，态度瞬间恭敬。小姐，您……沈念童没注意到这一幕，还在试那只限量包。我看着镜子里自己的白衬衫，满意的点点头，挺好。越朴素，反差越大，装起来越爽。升学宴当天，沈家热闹的像要办婚礼。沈念童一早就开始化妆，沈母看得眼眶发红。我们念童真漂亮。沈父也难得露出笑。今天你是主角。沈怀言更直接，考上宁都大学艺术学院是你努力来的。谢谢哥哥。然后他看向我，笑容温柔。姐姐今天穿什么？要不要我让造型师也帮你看看？我低头看了眼自己，不用。沈婉，今天是念童的升学宴，来的人都是宁城有头有脸的长辈，你穿成这样是故意给沈家丢脸。我不出现不是更好吗？婉婉，别说这种话，妈妈只是希望你能懂事一点。懂事？哎呀，我都快听腻了。姐姐可能还不习惯这种场合吧，没关系，等会儿你跟着我，别乱说话就好。我点头，好。可他不知道，我只是觉得前戏还没铺够。凌霄酒店外，豪车排成长龙，沈父一路被人恭维。沈总厉害啊，凌霄阁都能订到。听说这个包间以前不对外开放，多少人托关系都没用。还是沈家有面子。我听得差点笑出声。酒店经理亲自出来迎接，沈父受宠若惊，赶紧上前。劳烦周经理亲自接待。周经理微微一笑，却没有立刻看他，他的目光越过沈父，落在我身上。我轻轻摇头，他立刻会意。沈念童挽着沈母走进电梯。姐姐，这里不是普通饭店，等会儿别随便碰东西。凌霄的摆件都很贵，弄坏了不太好赔。确实挺贵，毕竟都是我妈挑的。念童真是被宠大的公主，沈总沈太太太舍得了。这场宴会少说也得7个数吧。凌霄阁啊，身份象征。
沈念童羞涩的笑。妈妈只是疼我，不是为了排场。不愧是我的酒店，果汁都比沈家的好喝。宴会开始后，沈父上台致辞。沈念童是沈家的骄傲，是他们精心培养出来的明珠。沈母哭着说：“念童从小懂事又努力。”希望所有人都知道，念童在沈家的位置，不会因为任何人回来而改变。所有人的目光都落在我身上，我面不改色。沈念童红着眼看我：“姐姐，对不起，今天本来只是我的升学宴，却让你不舒服了。我没有不舒服，可是你一直不说话，我以为你在怪我抢了你的家人。”沈婉，念童今天高兴，你别阴阳怪气。你考得怎么样，大家还不知道，但念童能进宁都大学艺术院，已经足够优秀。你如果连祝福都不会说，就回去。你们确定要我说？姐姐当然可以说，只要是真心祝福，我都会很开心。我刚要开口，凌霄阁大门忽然被人从外面推开。男子，是有什么事吗？周经理却径直走到我面前，在满厅宾客震惊的目光中，小姐，您授权开放的私人凌霄阁已经按您的要求布置完毕。请问今晚的账是记在您名下，还是由沈家另行结算？全场死寂。我看着沈家人一瞬间僵住的脸，慢悠悠笑了。毕竟我这个人最喜欢借地方给别人装。凌霄阁里异常安静。周经理，你是不是认错人了？他怎么可能是凌霄的主人？周先生，凌霄酒店现任持有人是文婉小姐，她名下控股权超过70%，不存在认错的可能。你不是叫沈婉吗？我也没说我只有一个名字。不可能，你一个被普通家庭领养的……请您慎言。文先生和文太太虽行事低调，但名下产业遍布多个城市，凌霄只是其中之一。宾客席里忽然有人倒吸一口凉气，不会是那个文氏控股的文崇礼吧？我听说他和太太一直没有亲生孩子，养了一个女儿，宝贝的不得了。原来就是他！议论声像潮水一样涌上来。沈父终于意识到事情不对。婉婉，这件事儿你怎么从来没说过？你们也没问啊。沈母嘴唇颤了颤。那你之前穿那么普通，我喜欢。姐姐，你既然这么厉害，为什么不早说，害大家误会你？我笑了。你们误会我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我不是这个意思。我知道，你只是嘴快。沈婉，念童今天是主角，就算凌霄是你的，你也不该在这个时候让他难堪。到底是谁让谁难堪？婉婉，你哥哥不是这个意思，一家人没必要闹成这样。我看着他，一家人。认亲宴上，你们让我忍；商场里，他说我土，你们让我忍；今天他拿我的地方办升学宴，你们还让我忍。沈总，你们沈家认亲的方式挺别致，像在招保姆。这句话一出，沈母的眼泪终于掉下来。婉婉，妈妈真的不知道，妈妈只是觉得念童从小在我身边长大，我怕他难过，所以我就可以难过。周衍安冷着脸，你有必要这么咄咄逼人吗？就算你有钱，也改变不了你刚回沈家什么都不懂的事实。我看向他，我不懂什么。他冷笑。豪门规矩，人情往来，资源圈层，你以为有钱就能融进去？念童能考上宁都大学艺术学院，是凭自己的本事。他考多少？艺术生看综合成绩，不是只看文化分。我点头。所以多少？没人说话。我拿出手机，慢悠悠打开今年录取公示页面。沈念童的名字很好找，文化分498，专业排名第27，还不错，但远远不到需要全家吹成宁城明珠的程度。沈婉，确实不错，至少比我想象中高。沈念童的眼眶瞬间红了。姐姐，你是在羞辱我吗？不是，我是真夸。毕竟我这种装货，夸人一般都带暴击。好了，今天到此为止。婉婉，你先回去，其他事儿回家再说。我看了一眼满厅宾客，回家再说。可我还有个礼物没送呢。所有人都看向我，我抬手示意周经理，周经理立刻让人打。沈父脸色变了。婉婉，你要做什么？送祝福哦。
屏幕亮起，是一份录取名单，今年高考全国前10名单，宾客席炸了。46，真的假的？今年全国状元不是一直没接受采访吗？原来是他。沈家刚才还说豪门最不缺分数，这可不是普通分数，这是全国状元啊！婉婉，你是今年那个状元，不然呢？沈父嘴唇动了动，却一个字都没说出来。沈念童死死盯着屏幕，指甲几乎掐进掌心。不可能，你不是普通学校的吗？普通学校怎么会出全国状元？我认真回答，可能因为我比较聪明。他脸一白，屏幕继续切换，这次是一段采访视频。文婉同学非常优秀，我们确实多次联系过他，希望他能来宁都大学，但他本人已经接受了青川大学本博连短培养计划，同时还婉拒了几所海外名校的全奖邀解。全场再次安静。宁都大学，沈念童费尽力气考进去的地方，我拒了，这就有点尴尬了。今天是我的升学宴，你为什么非要毁了它？我看着他，语气平静。沈念童，今天这场宴会是你们踩着我办起来的。我没有。你有。你笑我不会挑礼服，笑我不懂规矩，提醒我别乱碰凌霄的东西，当着所有人暗示我抢了你的家人。现在你说我毁了你的宴会，你挺会装。沈念童脸色一僵，我又笑，不过水平太次。沈母终于撑不住，走到我面前，抓住我的手。婉婉，是妈妈不好，妈妈不知道你这么优秀，妈妈只是想慢慢补偿你。你不是不知道我优秀，你是不在乎。如果我今天真的是你们以为的普通女孩，穿着20块白 T， 不懂礼服，不懂酒店，不是状元，也没有凌霄，你们是不是就会觉得你们对我已经够好了？沈母的眼泪掉得更凶。沈父沉声道：婉婉，爸妈确实有做的不对的地方，但你也不能否认血缘，你始终是沈家的女儿。我当然不否认。沈父松了口气。下一秒我说，所以我今天才特意给沈家留了个体面，没有把亲子鉴定报告放在第一屏。沈父脸色骤变，沈母也愣住。什么报告？沈念童眼底闪过一丝慌乱，我捕捉到了，很好，看来还有意外收获。其实亲子鉴定这件事，我一开始没怀疑，沈家拿来的报告是真报告，血缘关系也是真的，我确实是沈家的亲生女儿。但有一件事很奇怪，沈家查出报错后，第一时间不是来找我，而是先拖了整整3个月。如果他们只是怕沈念童受刺激，也能解释。可我养父的人查到，沈家这3个月里私下联系过当年那家医院的老护士，还给对方转了一大笔钱，这就很有意思了。我让人继续查，最后查出来，当年的报错并不是单纯失误。沈念童的亲生母亲当年是沈家的保姆，她产后得知自己孩子身体虚弱，又看到沈家千金被众人捧着，一时糊涂走了歪路，买通护士把2个孩子换了。沈父显然也知道一部分真相。婉婉，这种事不能在这里说。为什么？这是家丑。被换走18年的人是我，你们拿我的人生当家丑。沈父彻底说不出话，沈母脸色惨白。老沈，你是不是还事儿瞒着我？沈父没有回答，他的沉默已经说明一切。妈妈，我什么都不知道，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，我也是后来才知道的，我只是害怕你们不要我。沈母下意识抱住他，这个动作很本能，也很刺眼。我看着心里倒没有多难过。我对周经理点了点头。屏幕上出现转账记录和通话记录，沈念童脸色瞬间白了。周衍安不可置信地看着他。念童，这是什么？不是我，是有人陷害我。手机号是你的，转账账户是你的，通话录音里声音也是你的，你要不要听听？沈念童尖叫。不要！全场静了一瞬，他这声不要比任何证据都管用。周衍安一步步后退，像第一次认识他。沈母抱着他的手慢慢松开。念童，你真的知道？我只是害怕，妈妈，我怕你不要你。我在沈家生活了18年，我不能失去这一切。沈母眼泪掉下来，却没有再抱他。沈父闭了闭眼，像是老了10岁。今天就到这里吧，我看够了。我关掉屏幕，拿起自己的外套。婉婉，你去哪儿？回家。
神母哽咽，这里就是你的家。我回头看他笑了笑，不是，这里只是我血缘上的出处，不是我的家。说完，我转身离开。周经理跟在我身后，恭敬替我按开电梯。电梯门合上前，我看见沈念彤瘫坐在地，挺好。第二天，凌霄升学宴的视频就传遍了圈子。直到第3天，沈怀言亲自找到我家小院，我妈正在院子里浇花，看见她问：“找谁？”沈怀言礼貌道：“阿姨，我找婉婉。”你叫谁？婉婉。沈怀言一僵。沈婉。她在吃饭，没空。沈怀言抿了抿唇。我可以等。他还真站在门口等。我吃完饭出去时，他已经站了快1小时。我靠在门边，有事儿？他看着我，眼神复杂。念彤已经被送出国了。我没说话。他继续道：“爸妈也知道错了。妈这几天一直哭，身体很差。婉婉，你能不能回去看看她？”我笑了。她哭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她毕竟是你亲妈。你之前也毕竟是我亲哥。我看着他。可你护着沈念彤骂我的时候，没想过我是你妹妹。沈怀言脸色一白，他沉默很久，声音低了下去：“对不起。”接受道歉，但不接受和好。沈怀言猛地抬头，我语气平静：“别露出这种表情，你们不是小孩子，道歉不是万能撤回键。”一夜之间，沈念彤从沈家明珠变成了鸠占鹊巢还卖惨的假千金。沈家给我打了很多电话，我一个没接。直到第3天，沈怀言亲自找到我家小院，我妈正在院子里浇花。找谁？阿姨，我找婉婉。你叫谁？婉婉。沈怀言一僵。沈婉。她在吃饭，没空。沈怀言抿了抿唇。我可以等。他还真站在门口等。我吃完饭出去时，他已经站了快1小时。太阳挺大，他额头出了一层薄汗，姿态却依旧端着。有事儿？他看着我，眼神复杂。念彤已经被送出国了。我没说话。他继续道：“爸妈也知道错了。妈这几天一直哭，身体很差。婉婉，你能不能回去看看她？”我笑了。她哭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她毕竟是你亲妈。你之前也毕竟是我亲哥，可你护着沈念彤骂我的时候，没想过我是你妹妹。沈怀言脸色一白，他沉默很久，声音低了下去：“对不起。”接受道歉，但不接受和好。他喉结动了动。那你要怎么样才肯回沈家？我认真想了想，不怎么样。沈怀言愣住。沈家对我来说没有那么重要。我有爸妈，有家，有钱，有成绩，还有酒店。你们能给我的，我都有；你们给不了我的，我也不缺。沈怀言像是被这句话砸得站不稳。他一直以为我回沈家是为了争父母、争地位、争宠爱、争资源。可他现在才明白，我从头到尾都没想争，是他们把自己看得太重。沈怀言离开前哑声说：“爸让我转告你，沈家的股份，他想给你一部分。”我摇头：“不用。”他怔住：“为什么？”太少了，没意思。很快，高校开学季到了，青川大学邀请我作为新生代表发言。沈母亲自来找我，她站在我家院门口，眼神小心翼翼。婉婉，妈妈能跟你说几句话吗？开学典礼，妈妈能去看你吗？你以什么身份？如果以亲生母亲身份，你18年没养过我；如果以沈家太太身份，我跟沈家也没什么关系。婉婉，妈妈知道自己错了。那天之后，我每天都在想，如果当年没有报错，你会不会在我身边长大？沈太太，你的问题不是没养过我，而是你不会爱我。就算我从小在沈家长大，只要旁边有一个更会哭、更会示弱、更让你有成就感的人，你还是会让我忍。他脸色惨白，这话残忍吗？挺残忍，但是真话。沈母捂着嘴哭得说不出话。我没有地址，因为我从小就明白一件事，不是所有眼泪都值得安慰。开学典礼那天，我穿着最简单的白衬衫上台，台下坐满了新生和家长，我养父母坐在第一排。很多人问我为什么能考高分，其实没有什么特别的方法，聪明加努力而已。也有人问我成为全国状元后最大的感受是什么，我的感受是，人生的分数从来不止在试卷上，
有人用成绩证明自己，有人用爱证明家人，有人用选择证明底线。我看向台下的养父母，我很幸运，我的家人从来没有要求我必须优秀才配被爱。我以为沈家的戏份到这里就差不多了，没想到沈念童回国了。他出国不到3个月就灰溜溜回来，他受不了，竟然跑到青川大学门口堵我。姐姐，我知道错了，你能不能原谅我？我已经什么都没有了。我看了眼他手里的手机，屏幕还亮着，直播中。好家伙，时代进步了，现在卖产都开始全网同步了。这就是那个真千金吗？看起来好冷漠啊。姐姐，我不是故意抢你人生的。当年我也是婴儿，我什么都不知道。后来我只是太害怕了，我怕失去爸爸妈妈，怕失去哥哥。所以你现在直播，是想得到网友当你的爸爸妈妈哥哥？他哭声一顿，围观学生有人没忍住笑，直播弹幕也卡了一下。沈念童咬唇：姐姐，你为什么总是这么刻薄？我已经向你道歉了。道歉收到。他眼睛一亮，我接着说：不原谅。他脸色僵住，我走近一步，低声问：沈念童，你是不是觉得只要你在镜头前哭，我就必须体面？我拿出手机拨了个电话。周经理，把凌霄那天的完整监控录音发给我。另外，把沈念童联系老护士的证据也整理一份，公开版，记得打码隐私信息。你要干什么？几分钟后，我的账号发布了一条长视频，凌霄宴会的完整经过，舆论瞬间反转。你为什么就是不肯放过我？你都有那么多了，为什么还要跟我计较？他终于崩溃，冲我尖声喊。我冷下脸，因为被偷走的18年不是一件小事。沈念童，你不是因为愧疚来道歉，你是因为失去好处才后悔。他瘫坐在地，哭得狼狈。这一次没有人在扶他。沈怀言赶到的时候，正好看到这一幕。沈念童像抓住救命稻草，哭着喊：哥哥，哥哥，救救我！沈怀言没有过去。婉婉，对不起。你这句对不起来的挺轻，可每一次都不够。我没否认，沈念童最后被保安带走，那场直播成了他最后一次翻身尝试，也是他彻底社死的开始。后来很多人问我，真假千金这场风波里，我到底赢了什么？赢回沈家？没有。赢过沈念童？也不算。我只是确认了一件事：血缘不是家，偏爱也不是。真正的家，是你穿20块白 T， 他们知道你能买下整座酒店，却还是会问你今天有没有好好吃饭。大一上学期快结束的时候，我收到了一封邀请函。烫金封面，暗纹压花，寄件人署名是青川大学校友理事会，地点选在凌霄酒店。我盯着那个地名看了3秒，笑了。小姐，校友会那边联系我们订厅，说是规格最高的宴会厅。我按照惯例回复说顶层不对外，他们直接报了您的名字。报了我的名字？说是您同班同学的家长辗转托的关系，想请您看在同学面子上通融一下。那位同学叫林燕，父亲是林氏集团的董事长。我想起来了，林燕，我们班的生活委员，一个圆脸男生，平时话不多，但每次收班费都特别积极。他爸爸是林氏集团董事长这件事，全班没几个人知道。他和我一样喜欢装，只不过他装的是普通家庭孩子，而我装的是有点小钱但不多。当晚我就收到了林燕的微信。文婉同学，冒昧打扰了，我家想在校友晚宴上订个厅，听说凌霄是你的产业，能不能帮忙协调一下？费用按正常标准走，不用特殊照顾。这条消息措辞得体，没有倚老卖老，没有打感情牌。好，太感谢了，回头请你吃饭。新地图新人物，这不又来了吗？慈善晚宴那天，我穿着一条我妈塞给我的黑色长裙。这种场合穿太贵显得刻意，穿太便宜显得不尊重。这条刚好，设计师还没上市的新款，别人看不出牌子，但识货的会倒吸一口凉气。妈，你是想让我装还是不想让我装？我妈正在涂口红，从镜子里瞥了我一眼。你自己体会，
装界祖师的精髓就是让你装的连自己都不知道在装。晚宴设在凌霄中厅，我到场的时候，宴会厅里已经衣香鬓影，觥筹交错。校友会的人大多是各行业的成功人士，年龄层偏大，偶尔有几个像我一样被家长带来见世面的年轻面孔。林燕站在入口处迎边，穿着一身深蓝西装，圆脸上挂着略显紧张的笑。看见我，他眼睛一亮，快步走过来。文婉同学，感谢感谢，今天这厅太漂亮了。我扫了一圈厅内布置，确实不错，水晶灯、白玫瑰、香槟塔，处处透着，很有钱，但不想让你看出来很有钱的克制奢华。你爸安排的？我爸本来想自己弄，我怕他又搞成暴发户审美，就自告奋勇接手了。审美不错。林燕正要谦虚两句，身后忽然传来一个略带熟悉的声音：“婉婉。”我转头，沈怀言站在3步之外，表情明显愣住了。他旁边还站着一个中年男人，眉眼间和林燕有几分相似。林燕的爸爸。林燕也愣了。哥，你们认识？认识，不太熟。沈怀言的嘴角微微抽了一下，最终没有反驳。林燕看看他，又看看我。那你们先聊，我去看看后厨。沈怀言端着酒杯站在原地，沉默了几秒才开口：“没想到你也在。校友会的晚宴，我作为校友被邀请，不奇怪吧？”我不是这个意思。这几个月，你过得还好吗？挺好。然后看见他的目光落在我裙子上，微微凝住。以他的眼力，应该看出来了，这条裙子不简单。但他没有再像以前那样冷嘲热讽，只是点了点头。那就好。气氛安静了2秒，我正要找个借口走开，他忽然说：“念童最近联系我了。”我看着他，他在国外过得很不好，租的房子很小，打工也很累。他说他想回来。沈怀言的语气里没有恳求，也没有试探，更像是在陈述一件客观事实。我没答应，我只是觉得应该告诉你一声。我靠在旁边的桌台边，打量着他的表情。你是在试探我的态度，还是单纯通知我？他沉默了一下。我只是不知道该怎么处理。这倒是实话。沈怀言这个人从小到大习惯了替人做决定，替沈念童挡风遮雨，替沈家维持体面。现在沈念童不再是那个需要他保护的妹妹，他反而失去了方向。那就别处理，他又没犯法，回不回来是他自己的事儿。你不需要替他做决定，也不需要替他收拾烂摊子。沈怀言怔怔地看着我，像在消化这句话。我慢悠悠补充道：“你们沈家最大的问题就是管太多，管他哭不哭，管我忍不忍，管全世界配不配得上你们的标准。你累不累？”沈怀言忽然笑了一下，这是我认识他以来第一次见他笑，不是冷笑，不是客套的笑，是真的被什么话逗到了的笑。累，从小到大，爸妈让我懂事，让我照顾念童，让我维护沈家的脸面。我从来没想过，其实可以不做。我没接话。这种话题聊深了容易变矫情，而我跟沈怀言的关系还没到可以矫情的程度。幸好林燕及时回来了，身后还跟着一个穿旗袍的年轻女人。文婉同学，这位是今晚的拍卖环节主持人安苏小姐。安小姐，这位就是凌霄的持有人文婉。文小姐您好，久仰大名。今晚的拍卖环节由我主持，拍品主要是校友们捐赠的字画和珠宝，所得款项全部用于资助教务贫困学生。我点了点头。对了，有一件拍品是匿名捐赠的，是一套翡翠首饰，鉴定师估价很高，据说是某位藏家压箱底的东西，今晚可能会是全场焦点。我能看看吗？当然，拍品在后台展示区。我和安素朝后台走去，后台展示区灯光柔和，几件拍品陈列在玻璃柜里。安素带我走到最里面的展柜前，打开柜门，取出一只墨绿色丝绒盒子。盒盖打开的瞬间，我差点笑出声。一套翡翠首饰，戒指、耳坠、项链，种水极佳，颜色正得发亮。我不懂翡翠的专业术语，但我懂我妈的保险柜。这套东西
半年前还躺在我妈那个不太值钱、随便放放的首饰柜里，匿名捐赠。呵呵。文小姐，这套首饰有什么问题吗？没问题，是我妈捐的。那今晚的拍卖环节，文小姐要当心，万一被别人拍走了，回去怕是不好交代。什么意思？我的意思是，文太太刚才特意嘱咐我，如果有人竞价，让我给您递个眼色。您要是不想被别人拍走，最好亲自举牌。亲妈，绝对是亲妈。晚宴拍卖环节在8点准时开始，安素站在台上，声音轻柔但清晰，一件件拍品被顺利拍出，校友们出手大方，气氛越来越热。下面这件拍品是本场倒数第2件，一套翡翠首饰，含项链、耳坠、戒指3件，起拍价80万。识货的人都看得出来，这套东西的成色远超前面所有拍品。我坐在角落端着果汁慢慢喝，没有急着举牌。320万。我正要举牌，沈怀言忽然从我侧后方站起来。400万。金丝眼睛看了他一眼，没有再跟。400万，成交。给你拍。我承认，这个动作有点帅，但我清楚，沈怀言只是在我刚才说管太多很累之后，第一次学着用另一种方式表达关心。拍卖结束后，沈怀言站在不远处，手里拿着那只墨绿色丝绒盒子。拿着吧，就当是迟到的生日礼物。上次你生日，我没送。我接过盒子，掂了掂，挺沉。谢了，不过下不为例。晚宴散场后，银燕非要请我吃夜宵，我推辞不过，只好跟她去了酒店附近一家还在营业的粥铺。多谢多谢，接界场地外加全程配合，太够意思了，必须请你吃顿夜宵。行吧，你请我吃。文婉同学，你跟沈怀言到底什么关系？我当然好奇，但你要不想说就不说。我想了想，用勺子拨了拨碗里的虾仁。他是我血缘上的哥哥，不过我们不熟。哦，那我可以问你另一个问题吗？问。你成绩这么好，家境这么好，为什么平时在学校装的那么普通？咱班同学大部分人都不知道你考了状元，也不知道凌霄是你的。上周还有人问你食堂哪家窗口最便宜。因为装普通比装有钱有意思。你想想，你跟一个人相处，如果他一开始就知道你什么都有，他对你的所有反应都是冲着你的有去的。可如果他以为你什么都没有，却依然愿意跟你做朋友，那才是真心实意。林燕若有所思地看着我。再说了，万一哪天我需要打脸，别人前期越看不起我，后期效果越炸，这是长期投资。文婉同学，我觉得你跟我是一类人。你也是装的。我也喜欢低调，但我爸非让我来参加晚宴，说该露脸的时候不能躲。没办法，我刚才在台上致辞的时候，紧张的手心全是汗，但我爸全程在底下得意的拍照。所以你爱装是因为被逼的。没错，对。我是天生的。夜宵结束后，林燕打车送我回学校。车上她絮絮叨叨地说，下个月还有一场学术论坛，一起去听。有个教授讲博弈论特别有意思。好。新学期的课表我已经拿到了，比上学期满了不少，但我已经提前锁定了几个目标，2位据说极其严苛的教授，一门挂科率全校前3的硬核专业课，还有一个需要组队参加的跨校竞赛，素材已经蓄势待发了。我低头看了眼怀里那只墨绿色丝绒盒子，兜兜转转，这东西还是回到了我手里。命运挺有意思的，它有时候把你扔进一个完全不想要的地方，但你兜了一圈，发现那些你不想接的东西也可以接得挺漂亮。我轻手轻脚爬上床，手机又亮了一下。我妈发来一条消息，婉婉，明天回家吃饭，你爸新请了个厨师做的红烧肉，据说不错。我回好。我关掉台灯，在黑暗里笑了笑。后天有一场博弈论的讲座，下个月有一场跨校竞赛，明年还有更多的场合，更多的人，更多需要我慢慢装出来的戏。人生这么长，素材总会自己找上门来，而我已经准备好了。